荷兰选手一晚 KO 3位散打名将，一夜之间成为了中国拳坛的霸主。就连日本格斗巨星磨沙斗和泰拳王子波球都没能逃脱被他制裁，全部被他无情斩于马下。他就是来自荷兰的格斗天王阿尔伯特·克劳斯。来华挑战5年时间，击败了数十位中国搏击悍将。巅峰时期的克劳斯可以吊打世界上任意一位选手，拳王泰森除外。自从克劳斯一晚击败了3位中国散打名将之后，克劳斯在中国逐渐开始膨胀。这一次竟然点名挑战军人拳王周志鹏。周志鹏明知这一次迎战的对手非同寻常，但还是毅然而然地选择与克劳斯硬碰硬。赛前发誓一定会击败在华无败绩的克劳斯，挽回中国搏击失去的尊严。话就不多说了，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克劳斯毕竟是世界级别的搏击王者，刚上场就开始对周志鹏动手动脚，无时无刻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周志鹏一举一动。虽然两位是第一次交手，但彼此之间还是比较熟悉的，毕竟两位在国际上都是数一数二的搏击高手。在这个年龄上啊，已经这个不是优势了，但是保持的状态非常不错，的确是。周志鹏呢，这2年呢也一直随着比赛啊，他的经验积累的经验，我觉得也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时刻啊。我觉得2个人真的是有一打，到这种爆发期了啊，爆发期了啊。没错，尤其是关于这克劳斯啊，他这个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再去口水去介绍他过去的辉煌经历，因为在拳迷和格斗迷眼中，他就是曾经神一般的存在。他名下有一长串的冠军头衔，如今这个34岁高龄吧，仍然保持着这种旺盛的斗志和竞技状态，着实值得可钦佩。而且双方的这个年龄可以说是相仿啊，而且身高体重各种指数呢也都差得不多。周志鹏曾经在最早的比赛中呢分歧判定胜波球，那么在这个时候克劳斯作为初代的 K1王者，那么在我们这 WF 面对克劳斯的猛打猛冲，周志鹏对此也是做出了相应的防守反击，尽量不给克劳斯一点施展主动进攻的机会。连续的组合拳法打得克劳斯且战且退，奈何克劳斯可是世界级别的格斗天王，绝对不会因此而忍气吞声。以及重击打中了这个克劳斯，其实双方这个风格还是很相近的啊。因为周志鹏曾经是这个拳击的冠军啊，拿到过世界军人拳击联合的冠军。那么据我了解，这克劳斯实际上他从2010年到现在开始，有正式参加过5场职业拳击比赛，在德国，而且他上一场比赛是10月份，击败了一场最近击败了一个有过48场职业经历的，当然是这个胜少负多的这种选手。那由此可见，其实他这种拳击能力还是很强的啊，也是非常强的。所以双方又进入了王老师说的这种中近距离的高手对决。一般这高水平的都是打中近距离，因为在这个距离，如果自己把握的好的话，是非常容易对对方进行重击的。对，靠着这种距离的，其实也在场面上也更激烈。我们看克劳斯，周志鹏丝毫不惯着克劳斯，只要克劳斯敢发起主动进攻，那么周志鹏的防守反击一定会紧跟其后。就算克劳斯施展的组合拳法比较密集且具有一定的压制力，周志鹏并没有因此而畏惧克劳斯，而是拿着犀利的组合拳法和拳脚组合进攻来还击克劳斯。勾拳的击斧，而且那一场比赛就是周志鹏很遗憾的没能最终对决上这个克劳斯。对，这场错过了2年的比赛，终于在今年获得了实现。你的克劳斯今天好像状态好像稍微慢了一些，有一点慢热啊。但是据我所知，其实有氧训练、无氧训练交替进行啊，状态非常好。对，也找这种意境啊，好像每次备战时候，他都把这个训练营安在老家山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周志鹏也是一个湘西的，绰号湘西豹啊，湘西的苗寨里的一个青年。非常有霸气的一个拳王啊！这场比赛相对于前面的比赛呢，好像没那么激烈，但是我觉得更暗藏玄机的那种感觉，双方都在等着对方的漏洞。是的，我觉得双方都在等机会。进入第2回合，我觉得双方开始发力了。第2回合开始了，克劳斯开始施展频繁的腿法，以此来干扰周志鹏重心。奈何周志鹏可是军人拳王，岂会怕一个来华挑战的老外？拥有钢铁般意志的周志鹏开始对克劳斯发起猛攻。第1回合进行试探啊，
一个掌握啊。我在这个赛前呢，就是见到周志鹏，我问他你现在状态怎么样？周志鹏说现在身体啊就像有炸弹在里边存着一样。他说我现在就尽量再静起来，让自己把所有的这个力量都爆发在擂台上。确实今天这志鹏的表现确实也不错啊。刚才这个克劳斯这个击打的部位有点不准啊，打到这后脑啊，裁判提示了他一下。我相信他不是有意为之。没收住。我们看到克劳斯这种强点的选，大家都知道克劳斯是国际搏击名将，但周志鹏也是中国数一数二的搏击王者。克劳斯的突发猛攻，周志鹏可以做到一一破解。反观周志鹏的突发猛攻里面包含很多诡计，练过铁砂掌的周志鹏则是以拳法为主攻，腿法为佯攻。可以说双方，特别是周志鹏啊，在腿法上其实不对克劳斯造成特别大的伤害，或者对克劳斯没有那么大的伤害。因为原来是全民运动员出身，漂亮，合拳哇，互相控制。啊，克劳斯这几个面对周志鹏这个有节奏的左右打击的摇闪也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有自信。这种出色的拳击素质啊，真是让我们感觉现在的中国选手已经上了很高一个档次了。是的呀，对战天王级的人物克劳斯啊，以前是不敢想象我们能打成这种局面。那王老师，您觉得现在我们中国选手为什么突然这么快的能提高一个这么高的档次？我觉得还是一个这种赛事的平台提供了一个这样赛事的平台，一个经验啊，包括一个氛围啊，包括我们现在的训练条件，包括引进的一些国外的一些训练技术种种原因，包括现在呢，主要是一个运动员的态度上。周志鹏的进攻攻势越来越凶猛，无时无刻都在用拳法来压制克劳斯。世界名将克劳斯岂能就此放过周志鹏？双方的比赛局势越来越激烈，看来两位已经将比赛局势带入到白热化阶段了。在这个自由搏击的这种训练和比赛当中，是的，我们看双方的拳法是有特点的。克劳斯只要上面打不住，马上进肋；而周志鹏只要外侧打不着，马上进入直线的上勾。两位选手这个变化都非常的多啊，变化非常的快，掌握能力也非常强。对，我觉得周志鹏不应该这样跟这个克劳斯拼，这是克劳斯的阵地，克劳斯的领域。克劳斯他就擅长于这种面对面正向的这种进攻。没错。他这个克劳斯左右侧滑没有，这时候我觉得周志鹏其实可以往外走一走啊，左右晃一晃。我们可以说，去年克劳斯输给伊萨，就是因为伊萨的这种连打带闪的这种风格，让克劳斯抓不住。回合结束了，总体来说，两位打得有来有回，不是克劳斯在施展主动进攻，那就是周志鹏在施展主动进攻。在如此凶猛的进攻之下，两位的体能依旧完好如初，没有受到一点损伤。看来周志鹏和克劳斯的实力几乎是相差无几。他的力量非常大，是的。好，我们武林风的节目时间呢将调整到21点15分，同时从3月份起呢，每个月的第1个周六，我的武林风将为观众奉献一场150分钟的直播。每个月我们都会有世界顶级的选手登陆武林风的擂台，请您关注我们。而且从2月份起，武林风训练营正式开营，将聘请国内外的优秀教练亲自指导，意在提升中国竞技的水平，为中国竞技武术培养后备力量。好，现在进入第3回合开始了。克劳斯率先一套拳法组合打出，被激怒的周志鹏拿着拳头就开始还击，接着两位就开始了互换拳脚。周志鹏能与世界名将克劳斯打得有来有回，不分上下。看来周志鹏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国内90%的搏击选手了。经典对决的，所有积攒的那些弹药全部倾泻出来了。没错，积攒了2年的这种积累，现在就是爆发出来的时候了。没错，周志鹏面克劳斯2年前没能遇到的对手，现在站在台上，看要怎么面对他呢？王老师，你看现在双方的这个局势走向啊，已经进入白热化了。那他们的技术有什么变化呢？因为前2局来说，他的技术还更多一些啊。第3局因为很关键了，所以说两个人都想抢这种点，反而两个人移动少了，都想去来打这种阵地对攻，阵地对攻的。但我感觉阵地对攻好像克劳斯越来越有点抓住感觉的这种样子了。但是克劳斯的体能上有出现问题了，有出现问题，有一定的消耗。况且今天他的这个速度啊，我觉得也比以往稍微慢了很多。
我觉得志鹏啊，确实在这地方训练。经过长时间的拼拳换脚，克劳斯有些劳累了，但这些还不足以影响克劳斯的正常拼拳换脚。反观一直处于主动进攻的周志鹏，还在不断发力，试图将体内的所有爆发力倾泻而出。到迄今为止没有被击倒在这个搏击擂台上，没有这种场面啊，没被 KO 过。双方都是这种擅长坦克推进的这种选手，所以这场比赛让我们看的啊，这感觉是满天飞的都是刀的感觉啊，应该都是炮弹吧？这个是拳炮太正了，双方全是正拳开路。我觉得周志鹏是在向以拳法擅长的天王克劳斯致敬啊！我不知道就是要跟你拼拳。我们不知道观众注意到没有，克劳斯这个短裤啊，已经有一半荷兰，一半中国，充分象征着这种对中国的友谊友好啊。可以说克劳斯已经是我们 WF 擂台上的这个常客，老朋友。两位完全就把自由搏击当成拳击来打了。周志鹏毕竟是拳击出身，在换拳期间绝对不会占据劣势方。反观克劳斯可是荷兰有名的站立式击打的王者，巅峰时期的克劳斯几乎可以吊打整个世界的搏击手，所以两位在换拳期间谁也不服谁。能下降，这时候就是完全凭这种一直在撑，在撑。对，那王老师，您看现在这个谁比较有优势？我完全看不出来。我觉得双方，我更希望他们有加时。我觉得在这个切合于3场的综合来说，单局的综合来说，我觉得志鹏今天发挥的不错，对，况且在得点上，在这种场上的进攻的这种综合把控能力结束了啊！但是我觉得周志鹏已经完全提升到了另一个档次的选手。没错，真是太精彩了，这个太棒了！我觉得是我们比赛进行到现在，当晚进行到现在，这是双方进攻最频密的一场比赛结束了，两位的拳击比赛终于结束了。第一回合还略微施展一些腿法来试探对方，第二回合施展腿法的频率直接下降一半。第3回合直接就不打出腿法进攻了，所以说两位自己的拳头还是比较自信的。最终裁判一致判定周志鹏拿下比赛胜利，成功为前面失利的兄弟们复仇成功，同时也挽回了中国搏击失去的尊严。大家喜欢周志鹏吗？请在下方进行留言讨论。